Hello，大家晚安。今天想来聊的是一支我觉得蛮多国外的 Reddit 在讨论的一支旅行表，它是 Nodus 的 Contrail GMT Terra。那这支表被 Fratello 称为$1000以下的最棒的旅行 GMT。那老实说，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面在想，有那么夸张吗？因为大家知道 GMT 一直以来都是在功能表款里面比较贵的，那通常要到可能 Tudor 或者是 Grand Seiko 甚至是 Rolex 这种等级才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选择。但是现在这支表$800多就能入手，我觉得听起来就像是真的是很香啊。OK， 那在正式聊这支表之前，老样子，欢迎来到烂神的频道，我是设计师Jimmy。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下订阅，帮我点赞，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之后我们有新的影片，你们就绝对不会错过。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如果广告跳出来，麻烦你多帮Jimmy看个10秒钟。哎呀，10秒钟而已嘛，你们好像觉得没差，但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有差了，因为 YouTube 的演算法会依照你们观看的时间直接影响到整个影片的推播量。所以算是帮助我们一起配合 YouTube 的演算法吧，所以拜托了，我双手合十跟小编一起感谢你们。OK， 那我们回到这只表 ，Nodus 是这个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小众品牌。那其实他们现在在玩家之间的口碑也越来越好，尤其是 Contrail 系列算是他们家的旗舰旅行表。那这一次的 Terra 版本呢，其实不管是用了这个黑色的纹理的面盘、红色的点缀、黑白的对比，那夜光蓝宝石的表圈，我觉得看起来有特色，又有点经典，又有点张扬。那重要的是，它搭载了这个 Miyota 9075的 Flyer GMT。大家听到这个 GMT 之后就知道，就是这是一颗很厉害的 Miyota 的 GMT 机芯，它可以独立调整12小时的指针，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心心念念的这个专业的这个 Flyer GMT 功能。那我今天会从整个 GMT 的时代背景开始聊，再带你们仔细来看 Terra 的设计亮点、机芯结构、市场价格，当然也不会避开去谈它的缺点，最后再帮大家做一个适用人群的建议，顺便聊一下我自己的心得。OK， 那我们就开始吧。OK， 要了解 Nodus Contrail GMT Terra 的价值，我们就先要从 GMT 这个功能跟历史近年来的市场变化开始说起。其实 GMT 的功能一开始它是为了这个飞行员而生，尤其是这个长程的航班，那需要追踪本地时间跟家乡时间，那这种功能基本上以前就是专业级的工具表才有，像是 Rolex 的 GMT Master 或者是 Seamaster 的 GMT、Omega 或者是 Grand Seiko 的高端款。那基本上这些表动辄大概都是10几20万的台币，其实对于玩家来讲，它真的并不是一个那么亲民的价格。那近年来，随着 Miyota 推出了这一颗9075的 GMT 机芯，市场才真正的民主化。我所谓的民主化，就是说它终于来到了一个价格合理、量产稳定，而且真正提供旅行者功能的机芯。什么是旅行者功能？就是所谓的 Flyer GMT， 可以独立调整时针，不会影响分针跟秒针。这对于常常在出国飞来飞去的人来讲太重要，因为你只要一落地一转时针，就可以马上切换当地的时间。那家乡的时间则由 GMT 持续显示，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很实用的一个东西。OK， 那在这之前，很多的小的品牌大概都是用 Seiko 的 NH34。那这一颗就是我们讲大概就是 Color GMT， 就是它指针可以调，但是时针是没有办法调的。那对于日常来讲还好，可是如果说你是常常飞来飞去的人来讲的话，那9075的这个优势就立刻就出现。它等于直接解放了一大堆的品牌，让大家可以真正意义上推出 Flyer GMT 在很平价的这个区间。Nodus 抓住了这个契机，他们本来就有 Contrail 这个系列，非常的有名。那前2代是3针的潜水风，那靠12小时的表圈去对这个第二时区，但是总觉得在功能上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点。直到第3代9075一次让它升级到位，表壳重新设计，厚度变得更薄，然后夜光的蓝宝石的表圈，整个就是 Micro Brand 也可以玩出很棒的规格。所以我会说 Contrail
GMT Terra 是一个新时代产物，它代表的不只是 Nardus 的进化，它也是 GMT 功能全面下放的一个象征。以前这是属于专业飞行员或是这个机师的专属，但现在变成是你我都有能力可以轻松入手的一个日常工具表。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外的论坛各方面会有这么多人在讨论这只表的原因。我觉得 Terra 这个版本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表盘给人一种活泼的感觉。你们知道有些 GMT 它其实做的很严肃很工具化，很像就是要告诉全世界就是我是飞行员专属的专业设备。其实看久了之后视觉会有一点疲乏，但是 Terra 不一样，它用了黑白红的组合，把稳定跟个性还有设计感跟个人特色平衡的非常好。首先我先讲 GMT 的指针，红色造型的箭头你一眼看就知道它是一只 GMT， 然后末端也带着夜光，晚上的辨识度非常清楚，搭配上黑色面盘跟白色的刻度，因为整个对比的鲜明度很有张力，所以整个配色的跳痛很清楚，但又不会觉得过头，反而是有一种很舒服的鲜明感。我觉得这种设计不管你在白天或黑夜，只要抬手一看，马上就可以轻松阅读时间。我觉得这就是设计力跟整合性结合非常有魅力的地方。那再来是它的夜光的表圈，蓝宝石的材质，里面使用了 Super Luminova 的 BGW9， 因此你们可以知道 BGW9 你听到大概就知道这个表圈大概就会跟圣诞树一样。说真的，我有很多只表都是用这个 BGW9 的 Super Luminova， 基本上它只要吸光之后，大概我会躲在被子里面偷看我自己的手表 OK， 你就会发现它瞬间爆亮，就是你会笑一下，就是那是一种很傻的快乐吧。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在玩手表的人应该懂我在讲什么。那另外一个惊喜的地方是我觉得是表带，我觉得很多微品牌在表壳表面的设计很漂亮，但是表带它可能就轻松带过，但我觉得 Nardus 在这一次它也没有偷懒，三盘式的这个平面链带有棱有角，光影下的层次感很不错，拉丝跟抛光交错，那看起来比实际的价格感觉还要再高级的感觉，戴起来也不刮手，说实在的甚至比很多大品牌还要贴心。那这一次他们是跟这个 Nardex 的微调扣做合作，其实现在非常多的这个micro brand 他们开始就是跟这个 Nardex 这个品牌来合作，他们不再去开发自家的这个微调扣，直接跟他们合作，那他就直接可以帮你快速做微调。那 Terra 这次直接放进去，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大概调整将近1公分。中午吃太饱，对不对？有的时候松一下皮带，可能吃太多了连手都肿起来那有这个微调扣的话不就轻松了吗？那晚上如果真的很冷，男生都懂的，天气冷会收缩一下，会丢一下 OK， 所以我们再把它收紧。我觉得这个功能也非常的有感觉，就是我觉得很有诚意啊。那总结来讲 Terra 的设计亮点我会用几个字来形容啊，活泼稳重。就是它不是单纯只做了一只可以用的 GMT， 而是把玩表的乐趣、生活的便利，还有一点点小小奢华的质感都放进去。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它比 Laguna 更耐看。Laguna 的沙色面盘很有异国风味，但我觉得 Terra 这种黑白红的组合真的是很经典。那这只表当然我们讲回来，它的机芯的核心就是 Miyota 的9075，它是一枚自动上链的 GMT，28800的正品，那42小时动力储能，24个轴承宝石。那当然最大的卖点还是它 Flyer GMT 的功能，能够独立调整的时针。那这对于常出差的人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你落地直接把时针往前或往后调，根本不需要动到其他的这个秒针分针，时间也完全不会乱掉。那整个操作的体验也非常的好。以前 Miyota 常常会被大家去嫌弃说它调时间的这个手感松松的垮垮的，但这一次改善了很多，整个阻尼感非常好，转动的扎实感，特别是还有这个 Nardus 自己调教过，把它精准度压到每天的正负8秒，比它原厂 Miyota 的标准好非常多。那防水能力，这只表你们也不要意外哦，它给了200米，所以这一只表它不光是一只旅行表，还可以下水玩。那表壳厚度控制在 11.8，
这在 GMT 里面算是非常薄，在潜水表里面也算是表现非常的优秀。那细节的部分，还有它是螺丝的链带，那有快拆弹簧，甚至表冠的这个刻纹都设计得很好。你真的会感觉它不是一只随随便便拼装出来 micro brand 所生产出来的廉价手表，而是它每一个地方都有用心的思考过。我觉得这是这几年 micro brand 在去无存菁之后，剩下几个品牌里面，其中一个做的还不错的品牌。那当然之后我会介绍其他的微品牌Baltic Ferrer 甚至是比如说 Marathon， 还有一些很有历史地位的品牌，我会一一再来介绍。OK， 讲回来，这只表的定价呢是$825，那在台币大概就是25000、27000吧。我知道这给人的感觉就是也不是到很便宜，但是我觉得以它的价格来说，我刚刚上面这一些论述的重点，我觉得其实它性价比还算还不错。OK， 因为同价位大概要买到 Flyer GMT 其实很难啦。然后200米的防水，你们也知道，大部分的表这个厚度会比较厚一点。但是 Nautilus 也有一些它的优势，它是美国本地组装跟调教，所以我也相信它的 QC 品质管控会比较细。其实每次我只要写到就是美国组装哪里组装这件事情，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OK 又来了，你们零件全部都是大陆做的。OK， 我对大陆生产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现在瑞士表其实很高的比例都是大陆生产的零件，大陆现在做精密零件也越来越强。OK， 但是我只是觉得，就是有时候品牌一直刻意去宣传，就是美国组装调教，我觉得这就是很像那个Apple Design by California 这句话，就是废话。就是我当然知道你们的 Design Center 在美国啊，但今天是做你们的手机的就是中国啊。Right? OK， 我觉得这种感觉。OK， 如果你们找比较大品牌的 GMT，Seiko Presage 有出一些，但是也都是 Color GMT， 用起来当然就没那么直觉。那当然你再往上面跑，就会是那个之前 Seiko 有出的 LX 系列的 Spring Drive 的 GMT， 不过那个系列好像现在被 Seiko 砍掉了，因为它的价格有点定得太尴尬了。所以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在卖了 ，OK？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区间里面 ，Nautilus 的 Contrail 的 GMT 基本上就是一骑绝尘，让你用相对亲民的价格就能享受到非常高端的手表体验。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手表媒体把它推成就是$1000的欧元以内最值得买的 GMT。我觉得这只表很适合几种人。出差旅行的人 Flyer GMT 就是使用落地调时间，不用管分秒针。那第二种是喜欢 micro brand 的，那 Nautilus 非常年轻，但他们的用心程度真的其实不输很多大品牌。当然了，还有一个卖点，他们是美国本地组装的保证。OK， 那第三种是需要一个日用的百搭用表的人，就是不管是休闲、上班都能驾驭。其实黑白红配色本身就很百搭。那它夜光又很强，所以你晚上聚会一抬手的时候也很有存在感。那第四种，我觉得就是像我这样子的，想要体验奢华的细节，但是预算真的有限啊。我也爱这只，我也爱那一只，那每一只都30万，那我有几个30万一直买，对不对？那它的打磨、表带的质感、夜光的效果、表壳的打磨，我觉得这些，你真的会怀疑，就是这只表好像不应该卖这个价格。应该说2万块买有品牌的日系品牌也买不到什么多好的、多有特色的、多有辨识度的手表吧，这是我的想法啦。所以如果你刚好符合其中一种，那这一支 Terra 就很适合你们放入你们的购表清单哦。总结来说 Nautilus Contrail GMT Terra 绝对是一支1000欧元以下非常有竞争力的这个旅行 GMT， 活泼但是有清楚的设计，功能完整的 Flyer GMT 的机芯，质感很高的链带跟微调扣，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超越价格的一个体验。那缺点就是红色的日期数字在黑底上面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点不清楚，我觉得老花眼的人可能要小心一点。那表圈的手感我觉得还可以再进化，但我觉得这些都还算是小问题，它不影响它的整体的我的评价。那我自己的感觉是它是一个会一直想要让人戴的好手表，
不是因为说它真的规格有多么的顶级，而是它整个设计跟细节，你会觉得这只表很值得玩味。那我觉得这种情感连接比起单纯的规格更为重要。OK， 这是我对这只表的感觉。那还是老话一句，不管怎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留不住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每一分每一秒的过去，我们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要玩得健康，玩得开心，戴着手表能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我们永远抱持着正面、庆祝、感激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我是烂熟人设计师吉米，记得按赞、留言，还有什么订阅开启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奇怪，我已经录这么多集，我还是搞不清楚。OK，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